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想轻松地聊一个很多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会好奇的话题，那就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些常见禁忌。别担心，这不是一堂严肃的文化课，我们就像朋友一样，一边喝水，一边慢慢聊，说一些你在生活中真的可能遇到的小事情。有些禁忌你可能已经听过，有些可能你以前没注意过，但了解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这些细节能让人与人之间相处得更舒服。在中国生活，或者和中国朋友、同事、家人来往时，很多时候并不是语言说的对不对，而是你做的事情、说的话，让对方感觉舒服不舒服。比如送礼、吃饭、聊天、参加婚礼，或者去别人家做客，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，其实都有一些大家默认的习惯和想法。他们不一定写在书里，但很多人心里都知道。我们先从送礼开始说起吧。送礼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事情，过生日、过年、结婚、搬家、生孩子，或者第一次去别人家做客，很多人都会带一点礼物。这时候，有些东西是可以送的，有些东西就不太合适。比如钟，你可能会觉得钟很好看，也很有用，但在中国，送钟听起来像送终，意思和去世有关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吉利的。如果你真的送了钟，对方表面上可能会笑着说谢谢，但心里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。还有伞，伞在下雨的时候很有用，但伞这个字的发音和伞一样，有分开、分离的意思，所以在关系比较重要的时候，比如恋人、夫妻、好朋友之间，送伞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尤其是在感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特别在意这些细节。鞋子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东西，鞋的发音和鞋很像，有不好、不正的意思，而且送鞋也容易让人想到你走吧，好像要把对方送走一样。所以除非关系非常亲近，比如父母给孩子买鞋，不然一般不建议随便送鞋。再来说说数字，中国人对数字的感觉很强，最受欢迎的数字之一是8，因为8听起来像发，和发财有关。很多人买房子、选电话号码、车牌号的时候，都会想要有8。相反，4就不太受欢迎，因为4听起来像死。在一些医院、酒店或者大楼里，你可能会发现没有4楼，或者用其他方式来表示。这并不是法律规定，而是大家习惯这样做。吃饭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小的禁忌，比如吃饭时不要把筷子直接插在饭里，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像在祭拜去世的人用香插在饭上。这种画面会让很多中国人觉得不舒服，所以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想放下筷子，可以把它们放在碗旁边，或者横着放在碗上。还有用筷子敲碗，也是不太礼貌的行为。以前这样做的人通常是乞丐，所以现在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敲碗，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没有礼貌，或者不懂规矩。吃饭的时候，中国人也很少一个人先开始吃，一般会等大家都到了，或者等长辈先动筷子，尤其是在家庭聚会或者正式场合，这一点会比较重要。
当然，现在年轻人之间已经放松很多了，但在传统家庭里，这个习惯还是存在的。说到家庭，就不能不提和长辈相处时的一些注意点。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视尊重长辈，和长辈说话时，语气通常要温和一点，不要太直接。比如，如果你不同意长辈的看法，很多人不会直接说你错了，而是会说我觉得还有另一种想法，或者也可以这样看看。在称呼方面也有一些讲究，直接叫长辈的名字，在很多家庭里是不礼貌的，一般会叫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，或者根据关系加上称呼，即使不是亲戚，也常常这样叫，这样会让关系显得更亲近。再聊聊颜色，红色在中国是非常吉利的颜色，结婚、过年、生日、开业，红色都很常见，代表开心、好运和祝福。相反，白色在传统文化里常常和悲伤、葬礼有关，所以在一些喜庆的场合，穿一身白色的衣服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太合适。当然，现在的年轻人对颜色已经比较开放了，但在比较传统的环境里，还是要多注意。说话方面也有一些大家默认会避开的话题，比如直接谈论别人的收入、年纪，尤其是女性的年纪，或者问别人为什么还没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。这些问题在有些文化里可能很普通，但在中国其实也会让人感觉有压力。虽然有些长辈会直接问，但如果你是朋友或者同事，最好还是小心一点。还有一些话，因为发音或者意思不好，大家会尽量少说。比如在开心的时候，很少有人会提到死、完了、不行了这些词，大家更喜欢用积极一点的说法，比如慢慢来、没问题、会好的。在搬家或者开业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小习惯，很多人会选一个好日子，觉得这样以后会更顺利。即使你不相信这些，也会发现身边很多中国朋友很认真地在看日历，问长辈，或者找人帮忙选时间。这更多是一种心理安慰和对未来的期待。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，也有一些细节可以注意，比如不要空手去，哪怕只是带一点水果或者小点心。进门以后，很多中国家庭会准备拖鞋，你可以换上，不要直接穿着外面的鞋进屋。吃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主人一直让你多吃一点，通常是一种关心，你可以吃一点，然后礼貌地说我吃饱了，谢谢，而不是马上拒绝。聊天的时候，中国人有时不太喜欢太直接的拒绝。如果你问对方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对方说，我看看吧，可能有点忙。这有时候其实就是在委婉的拒绝，所以理解这些说法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和中国人沟通。当然，所有这些禁忌并不是说你一不小心就会犯大错，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，外国朋友不一定了解这些文化习惯，只要你的态度是真诚的，愿意学习，大家通常都会很包容。有时候，你甚至可以直接说，我不太了解中国文化，如果我做错了，请告诉我。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很可爱，也很尊重他们。文化其实不是规则，而是一种感觉。了解这些禁忌，不是为了让你紧张，
而是为了让你在生活中更自在、更安心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这些看起来复杂的小细节，其实都和一个词有关，那就是关心。关心对方的感受，关心关系，关心气氛。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或者计划去中国生活、工作、旅行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你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信心。你不需要一次记住所有东西，只要记住保持尊重，保持微笑，保持好奇心，就已经很好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听我们慢慢聊这些生活里的小文化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轻松自然的方式，记得继续陪着我们，一起听，一起学，一起感受语言和生活的温度。希望你今天过得轻松，也希望中文能慢慢成为你生活中一个温暖自然的存在。我们下次再见。